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这期视频呢，咱们依旧是不聊手机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MacBook Pro 最新款的这个开箱。这个电脑呢，其实发布有一段时间了，是吧？是在这个16年底。当时呢，我是没有必要来更换电脑，这一款呢是我朋友，然后他临近毕业了，所以说换了一台这个新的笔记本，也是先给到我，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它这款呢还是购买的，上面带这个触控屏 Touch Bar 的那一款。所以说我个人呢也是比较好奇，因为之前总是在这个店里面稍微看一下这次呢就是开箱，一起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最新款的 MacBook Pro 新的设计，然后整个的这个变化呢也都非常多。OK， 不客观真体验，新款的 MacBook Pro 马上开始。OK， 我手上的这台 MacBook Pro 呢是国行的13.3寸版本啊。它的这个包装外边呢还有一个瓦楞纸的就是那个牛皮纸的那种包装，然后但是太大了，所以说我就把它已经拆掉了啊。我觉得这次改变最大的呢，就是它在整体的尺寸和重量上呢给减小了，明显啊，这个13寸的 Pro 版本呢要小上很多。底下呢就非常简单了，一个 Type-C 的连接线，然后一个充电器。充电器呢就是和原版的那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插口呢变成了 Type-C 的插口。但是呢它改变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就是大家还记得原版呢它那个上面呢是可以这个左右打开的，然后把这线缠上去，但是它这个没有了，是可以直接把线拔掉的。而且这个线呢也是比较粗的，这个线比平常的这个手机的那个 Type-C 线，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粗一些，可以正反盲插。这次改变最大的就是在尺寸上了，有一点 MacBook 的那种感觉啊。整个这个外面的颜色呢就是一个灰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就是信仰灯没有了啊，它的这个苹果的 logo 呢是不会亮了，底部呢一样是传统的设计啊，但是呢，刚才一打开呢，这个它已经是直接唤醒了啊，然后并不用你按这个开机的按键，打开之后呢，改变最大的无非就是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上面的这一排 Touch Bar 了，就是可以触控的这个屏幕，然后下面呢就是增大的这个触控板，右侧的这个指纹按键呢，也是兼容它的这个电源按键啊，还是实体状的。然后这边呢就是全部都是屏幕了。主要的这个进入的这一部分呢，我觉得还是要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全部按照它这个进来，因为它最主要的呢就是帮你设置一些安全的信息。在这儿呢，我也是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你的这个 Apple ID 呢，一定要打开两步验证这个功能。然后打开两步验证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把你的就是当时会给你一个安全码，就是 Apple ID 的安全码，一定要保留好。当时我是储存在百度云了，但是我遗忘了，后来找了好久，也是弄了好久才把它解锁。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 Touch Bar 啊，是这边呢是并没有什么按键的，而是全部集成在你的这个右手边。因为平常啊大家使用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左手呢会在这个键盘上面，因为你平常使用的时候，这左手边呢就不会触摸到上面的这些按键，这个设计还不错。打开屏幕之后呢，给我最大的感觉呢，视觉冲击力最大的应该就是这块触控板了。OK， 我把我之前的这个老款的15寸的那个触控板呢，来跟它做一个对比啊，大家就知道了。左手边的这一台呢，就是15寸的这个老款了，它的这个触控板呢，大概也只有我半个手掌的这个大小，而这边的新款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这个手横过来呢，也就几个手指没有进去吧，这个触控板呢真的非常大。上边的这个屏占比呢，也是提高了一些，两侧的还有就是顶部的这个宽度呢，都有一些减小。另外呢，相对于老款13寸改变呢，就是两侧也是加上了这个扬声器。之前的这个13寸的两侧是没有的，只有在15寸呢是有两个比较宽的这个扬声器。
正面改变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呢，就是它的这个蝶式键盘了。之前这个蝶式键盘出现呢，是最早呢在这个 MacBook 上面嘛，因为做的这个极致的轻薄。但是呢，用它店员的一句话啊，我觉得就特别能形容那个第一代蝶式键盘的感觉，就是感觉在敲桌子。就是敲它那个键盘，感觉在敲桌子。但是这一次这个新款的蝶式键盘的这个键程呢，加了1倍，整个的这个感觉呢就要好很多了。当然也没有这个老款那个巧克力的键盘，上面更舒服一些。上面呢这个 Touch Bar 的部分呢，也会根据你平常的使用的一些东西呢来进行一些改变。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就是在选字符上面。比如说字体颜色的快捷选择呀，然后可以直接选择表情在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边呢，一个不管是什么提示吧，然后呢会有这个以后打开2个选项，但是下面呢也会有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减少你的工作量了。一般出现这个情况，咱们肯定要拿手然后在上面选是吧？但是现在呢，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小屏幕上直接选打开，那就 OK 了。而且呢，它这边可以直接进行色盘的选择，就是什么颜色都有上面，而且透明度这个功能非常强大。这个当然它是这个苹果原生的，所以说在功能方面呢，肯定就不会怎么欠缺。OK， 这个功能呢肯定是非常非常多啊！你不论打开什么软件，基本上如果要是它适配了这个 Touch Bar 呢，都会有一些快捷按键在这个 Touch Bar 上进行显示。OK， 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平常这个用数比较多，或者说是外出的这个机会比较多的情况下呢，这个接口方面是一个大的问题。一个耳机孔，然后2个 Type C， 这边呢也是2个 Type C， 就是整个的这台电脑呢，全部的插孔呢，全部都是由 Type C 组成的。所以说这个都说这个苹果很心机是吧？来卖配件，它官网上的这个 Type C 转别的接口的这个转接头呢都比较贵啊，300多块钱一个。因为在目前的这个大环境下呢，还没有统一 Type C， 所以说这个转接头呢肯定是必要的啊。在这个浏览器方面呢，它初始状态下是比较简单的，下边的这个 Touch Bar 上呢可以直接进行一些快捷网站的选择，就是事先你设置好的。这个触控板的改变呢，其实跟之前呢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啊，就是也是一个 Force Touch 的触控板，就是支持这个压力触控的，有2阶的可以选择。这个在15款的上面呢就已经有了。我觉得它这个优化呢做的也不错，因为刚才在打字的过程中呢，我的手呢也几乎是没有形成误触的这个可能，所以说在算法上呢，应该对这个2侧进行了一些惰性的算法优化吧。本机方面的配置呢，这个就不给大家重复了啊。就是这个13寸的最低配置，这个8G， 然后DDR3 的内存，然后就是原本的这个550的2G 的这个显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台电脑的这个定位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于复杂一点的这个办公啊。如果要是偏向于性能的话呢，我绝对还是建议买 Pro 版本的，因为它的这个性能呢确实是比较的这个一般吧，但是它这个价格呢是不太一般啊，当然这个就看你怎么来选择了，对吧 ？OK， 咱们来体验一下它的这个指纹解锁，然后刚才呢我也是设置了一下，它会提醒你使用 Touch ID 解锁，这有一串字就可以解锁了。基本上粘一下，你把手拿走就可以了。目前呢，这个 Apple Pay 就是比如说指纹支付基本上呢还都支持这个苹果自己的网站，或者说一些国外的网站。这个目前呢，淘宝或者说京东这种国内的电商网站呢，还都是不支持的这个状态。整体上呢，这台机器最大的改变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重量上了。足足有这个小半斤的这个重量啊。相对于老的这个 Pro 来说呢，在这个重量上做了一个大改变之后，觉得便携性就改善了特别多尤其是它尺寸也减小了之后，在这个便携性上直接可以装在这个一个女生的这个包里，一点问题都没有。虽然是没有这个信仰灯了
但是我觉得质感提升也不错。之前那个信仰灯呢，我个人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用处，是吧？除了这个标榜一下身份装个逼之外，好像是吧，没有什么太大用，你自己又看不到。这次这个电脑呢，也新加入了一个就是打开之后呢，就直接开机的这么一个功能。刚才就是咱们新拆盒子的时候，大家已经看到了。如果要是平常的话呢，你盒盖的话呢是直接用这个指纹就可以解锁了。所以说，这个可以说电源按键吧，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了啊，只能这个卡机的时候冷启用了啊。Touch Bar 啊，我个人觉得，方便确实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个说是提高了多少效率呢，还是要看你用的这个专业软件的配合程度啊。比如说它自己的一些软件啊，或者说是 Adobe 公司跟他们有合作的啊。比如说 PS 啊，或者说是 PR 啊，可能这个适配的比较多，但是一些相对来说小众的软件适配这个 Touch Bar 的可能性，我觉得都比较低。OK， 现在呢，我是下载了一个网易音乐没想到呢，这个也是给 Touch Bar 进行了适配啊。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简单的快捷键，比如说这个缩小啊，或者说私人电台，或者说直接切换到你下载的音乐现在呢，咱们是随便来找一个啊。放一个那什么，放一个。在这个扬声器上呢，这次13寸呢也是做到了这个键盘的两侧整体上的这个音场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毕竟是内置的这个扬声器嘛这个什么低音效果啊，或者说什么这个音域有多宽啊，这个大家就不要过于的去纠结了但是它的这个音量呢，这个声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照之前的改变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最有意思的呢，应该还是这个 Touch Bar 的功能，可以去多的发现一些。这次的新款呢，除了在这个重量上，还有就是 Touch Bar 上呢做的一些创新和改变之外呢，我觉得这次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那就是无线了。这次呢，在这个接口上呢，如果你要是购买的这个带 Touch Bar 的还好啊，有4个 Type C。如果要是不带 Touch Bar 的，只有2个，是15寸的呢，当然都是4个啊。在接口方面呢，苹果确实是比较激进的，想要改变整个行业的这个接口的规范比如说什么 HDMI 啊，又是 Type C 啊，然后又有 Micro USB 啊，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接口啊。如果它一步到位，全部都采用 Type C 呢起码在苹果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里面呢，确实是做了一个创新但是目前来说还确实是比较的不方便如果你要是经常外出，或者说与别人进行协作办公的话，比如说在大办公室里边，你这台电脑呢除非你们都是这个苹果啊，如果要是大家都用 Windows 呢比如说别人给你个内存卡让你给拷点东西你就犯难了，这个连插卡的地方都没有，而且插 USB 的地方都没有，你必须要买一个转接口而且呢两边都插完了之后，整个这个电脑就像个蜈蚣一样，是吧？好了不管怎么样呢，这也是整个推动行业的一个作为，他不做那又有谁能来做呢？ OK， 本期这个新款的 MacBook Pro 的开箱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有什么建议、质疑、提问呢，直接评论或者私信就可以了，小白 MTX 另外呢，还有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有10万多的小伙伴在那一起跟我们爱之求真了。小白测评，大家赶紧扫码关注就可以了。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晚上我在那和你聊天。更多的这个科技啊，或者说这个手机啊，这个智能硬件的方面的东西呢，在微信公众号呢，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推送。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